露思的后台照片因抱狗的姿势而备受赞誉，女演员很难一步步走到2线女主角的位置。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承认艺术家赵露思是女艺术家。出道后，很多人都惊讶于她的独特。最初，由于她独特的表演风格，她发行了许多轻松愉快的电影。由于她的工作，每个人都爱上了这个女孩。赵露思在剧中的精彩表现，让她收获了庞大的粉丝群，这导致她变得更加知名，并增加了她的雇主的兴趣。她越来越受欢迎，增加了她可用的机会。她目前正在努力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赵露思在积累了有资质的明星剧经验后，闯入了网剧界，因此她开始涉足以女性为辅的网络剧。她的演技和外貌都面向网络媒体，这有助于她积累经验。在某些情况下，大数据已经超越了女巨星，这包括涉及国家声誉的情况。这张拼贴说明赵露思未来还有成长的空间。她为人谦逊，脚踏实地，人们也会欣赏她的私人照片，因为她的工作而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很惊讶赵露思没有包括她拍摄的人的照片。大多数女明星发布的照片都很难看，赵露思发布的照片展示了她如何享受生活和个性。在某些情况下，她在后台化妆，这些照片被认为是美丽的。赵露思穿上这身衣服，看起来很开心，很干净。在接受川狗化妆师的化妆帮助时，她取笑她的狗 Shar-Pei Ruth 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她拥有近乎超凡脱俗的外表，人们经常一次又一次地检查它。当你近距离研究露丝时，你会发现它是一只狗。比起往年我养宠物的自画像，今年更有意义。请注意真露丝如何像照顾孩子一样抱着那只小狗。其他任何人都会拥抱他们的宠物，但真露2世对狗一视同仁。很多人都觉得小狗很可爱，也相信赵露思把狗当成家人一样。这激发了别人的嫉妒，许多人认为这只小狗很可爱。想到赵露思，也应该考虑她的实力、美貌和无条件的爱。她很受大家欢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成为 IP 男神收割机的杨洋不靠脸。军事题材剧《特战荣耀》和古装武侠剧《试探天下》相继播出。这2部剧的男主角杨洋当之无愧地开启了评霸模式。对于喜欢他的观众来说，无论是杨洋终于演了一个本色的军人，还是杨洋时隔多年演古装剧，都是不小的惊喜。我们可以看到身着军装的1寸头硬汉严破月和皮毛松松带的帅小伙冯兰熙同时出现。尽管他们的五官相同，但他们的气质却截然不同。如此高的区分度是由于演员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诠释。《特战荣耀》以新兵严破月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杨洋是一名文艺兵。那些年的冬训、39、夏训，学习古典舞所需要的坚韧，可能不亚于巴金的军训。所以，杨洋和燕破月产生了微妙的心灵共鸣。在我心里，燕破月是一个一直在挑战、突破和成长的男人。他很有进取心和好胜心，这点和我有几分相似。一方面，他类似于士兵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是有竞争力的。部分我可以理解。日前，《特战荣耀》导演徐纪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敲定演员阵容之前，曾与杨洋吃过饭，而杨洋对扮演特种兵的愿望非常强烈。徐纪周被杨洋的诚意打动了。他坦言，《特殊战争荣耀》的剧本是为杨洋量身定做的，我们是双向选择。确定了他之后，我就开始写剧本，那个角色基本是想黏着他写的。杨洋相信每一个文艺兵心中都有一个特种兵的梦想，因为文艺兵也穿着军装，但特种兵的训练量绝对是无与伦比的。这次确实是美梦成真。而如果说燕破月是杨洋有形而真实的梦想，那么试探天下中的风兰溪就更飘了。专心于球场，搅动江湖风云。对于杨洋来说，风兰溪有着与燕破月截然不同的性格内核，他神秘、强大，天下无双。风兰溪其实没有套路，他虽然有计谋和秘密，但都是为了自保和大义。从《红楼梦》中妩媚动人的贾宝玉，到4大名将中的冷酷绅士，古典的五官和耿直的风度，让杨洋成为了网络上的90后古装美人盘点的常客。
不过他上一次出演古装剧还是5年前的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所以在拍摄《试探世界》的第1天，杨洋就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半天。古装剧的拍摄确实是很久了。开拍的第1天，我一直对自己的古装造型犹豫不决，很长一段时间。拍了几场戏后，我一直在问工作人员我的状态是否合适。《试探世界》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冯兰熙并不是杨洋饰演的第1个 IP 男神。不管是男是女，玄幻还是言情，都有杨洋的身影，所以网友戏称他为 IP 男神收割机。冷酷、深情、美、强、惨几乎是 IP 男神的共同特征，所以角色同质化成了演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杨洋并不担心，我认为我能演 IP 是观众和节目的信任，但每个角色都不一样，我不会担心同质化这个问题。把握角色尺度是杨洋的强项。两者都是顾漫写的大神，肖奈是世界水墨画，玉兔有红尘烟火，叶修和林动的人物底色既庄重又和谐，前者更沉稳，后者更活泼。腹黑深情的贵公子叶华的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天子的威严，风兰溪夹杂着朝堂江湖的气息。很多观众喜欢用脸在江山来形容杨洋的出现对事业的积极影响，但杨洋却直言，演员并不是每一个角色都用脸来演，让我们试试世界中的冯兰熙走场舞扇的优雅来自于杨洋多年的舞蹈功底，而特殊战争荣耀中酣畅淋漓的打斗场面也离不开他个人的努力。当然，我们要亲自打架，拍前我们有针对性的打架，还有枪械等一系列训练，之后在拍戏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这个过程很现实。这样看来，想成为 IP 男神收割机，不仅仅是面子，更是演员自身对角色的理解、同理心，以及对表演的执着和执着。正如杨洋所说，我把每一部作品、每一个角色都演好就够了。采访摘录如下：你心中的严破月是什么样的人？杨洋，在我心中，严破月是一个不断挑战、不断突破、不断成长的人。他非常具有侵略性和竞争力，他与我部分相似。一方面，他类似于军人的生活；另一方面，这是他的竞争部分。我可以和他产生共鸣。其实，这和严破月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要越来越强，所以他会有很多个性的部分，这也是他的成长线看起来不错的原因。严破月年轻时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个单兵素质优秀但缺乏集体意识的人。他在烹饪班、特战连、猎豹突击队的经历，让他的集体意识不断提升。这个过程随着众多战友的离开和新朋友的到来，帮助他不断成长。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在特别战争荣耀中再次穿上军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杨洋，圆梦。每个文艺兵心中都有一个特种兵的梦想，因为虽然文艺兵也穿着军装，但特种兵的训练量绝对是无与伦比的，而特种兵所执行的任务真的进行了很多社会责任，这一次确实是美梦成真。穿军装很熟悉，但他的经历和我很不一样，所以也很新鲜。特战荣耀中很多激烈的枪战和肉搏场面都是自己完成的。杨洋，当然，我们在射击前有一系列的格斗和枪械训练，在射击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学习。我们的射击过程就像是当兵的真实过程，非常逼真。杨洋，我一直认为想弄清楚这个角色的心理和行为可能是最困难的，但其实身体素质才是最大的考验。印象深刻的场景很多，比如有一个我跑炸弹的场景，我之前也跑过炸弹，但这次的体验完全不同，太真实了，哈哈，我很擅长。我有，但是锅太小了。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因为拍了很久，然后每天都和战友在一起，这是非常集体的，并融入了大气。接替风兰溪这个角色的机会是什么？杨洋，一方面，这个角色的双面身份很吸引我。他神秘、强大，帮助世界，让人想尝试。另一方面，最近的演出更多是现代剧，扮演古装角色也不错。确实，拍摄古装剧花了很长时间。开拍第1天，我对自己的古装造型犹豫了很久。我还拍了几场戏，不停地问工作人员我的状态是否正确。因为古装人物的话肯定和现代剧不一样，也是需要改编的。打游戏对你来说有挑战性吗？
杨洋，古装的衣服和头饰有点重，跳舞和拍戏的动作也不一样，但在体能和柔韧性方面肯定有帮助。我也确实拍过几部古装剧。最大，古人经典男神不套路，风兰溪怎么演？杨洋，风兰溪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花招。他虽然有计谋和秘密，但都是为了自保和大义。作为杨洋本人，你认为外界对杨洋最大的误解是什么？杨洋，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内向的人，其实我就是慢，习惯了之后就很活泼了。但在去年参加了综艺之后，大家在这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误会。很多网友称你为 IP 男神收割机。如果你演过这么多 IP 男神，你还在为角色的同质化而烦恼吗？杨洋，我觉得能演 IP 是观众和节目方的信任，但是每个角色都不一样，所以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一点也不，当然不是用脸来扮演每一个角色。出道短短几年，你经历了很多，你的心情有变化吗？杨洋，一定有变化，更多的是思考我未来的每一步。刚出道的时候，可能比较着急，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我现在感觉我踏踏实实的演好每一个角色和角色就够了。Q， 你喜欢军装还是古装？答：军装。Q， 喝一锅家常鸡汤，做100个俯卧撑，你应该选择哪一个 ？A，100个俯卧撑。Q， 燕破月和风兰溪的对决，你觉得谁会赢 ？A， 不好说，风兰溪很厉害，但是燕破月有枪。Q， 请用言破月的语气让风兰溪平静下来，用风兰溪的语气让言破月平静下来。A， 言破月要变强，看风兰溪低调，风兰溪真正的战局还是要看燕破月。Q， 观众的哪一句评论让你最开心 ？A， 我能理解这个角色。Q， 最想挑战的课题是什么 ？A， 都想挑战，有很多类型我从来没有演过。Q， 如果一起去旅行，你会先打哪个朋友圈 ？A， 给孟阿塞，我和他一起旅行，这是非常轻松和有趣的。Q， 如果你想向圈子里的朋友借钱，你会向谁借钱？为什么 ？A， 他们不会相信我要求借钱给任何人，他们可能也不会借给我。Q， 在采访中我说生日会的舞台是绝唱，这是真的。A， 我当时以为是绝唱，但谁知道以后说不定有机会，我不敢保证。Q， 如果10年前可以对杨洋说一句话，你最想对杨洋说什么 ？A， 加油哥们，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坚持你的心。